香港绝不只是一座海陆之交的现代都市，它更是时间长河里的一处处坐标。当所有人都在惊叹辉煌的天际线时，谁能目睹它沧海桑田的丰厚底色呢？这一期我们要穿过高楼的缝隙，去审视那100年平行时空般的铁律围城，去见证华人在直接出局的绝境中，如何凭借毅力和智慧完成一场100年突围。驻足香港公园，眼前的茶具文物馆曾经是驻港英军司令总部。粗壮的塔斯干柱式与宽阔的柱廊，不仅是古典复兴主义建筑的代表，更是上升期的大英帝国在远东投射军力的枢纽。早在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之前，英国人就已经强行上岸，短短半年的时间，他们就启动了人口调查、土地拍卖和道路规划，运用娴熟经验，迅速将香港变成了新的殖民贸易据点。为了树立所谓文明秩序，初来乍到的统治者又将目光投向了居高临下的港岛北侧山坡。今天我们穿过河里活道的喧嚣，就能来到大馆，旧中区警署建筑群。占领香港半年之后，英国人的头等大事就是在这里建立一套令人生畏的司法链条。警察局、裁判司署、监狱，在这个院子里，港英政府把执法、审判、监禁3大机构浓缩在了几步路之内。这里是香港法治的起点，但更是殖民统治最毫不掩饰的权力机器。司法链条的末端是裕多利监狱，它是香港第一所，也是1937年赤柱监狱落成之前唯一的监狱。从最初简单的监仓，到后来不断扩建的 B 仓、C 仓，冰冷的钢制楼梯和高耸的围墙，见证了殖民地初期严苛的管控。在这里，惩罚手段极为残酷，除了囚禁，还有针对华人囚犯的纯消耗苦役，甚至鞭刑。这套系统最重要的运行效果并不在保护居民，而是以惨烈的刑罚震慑艰难求生的华人群体，将他们牢牢锁死在规则的底层之下。与监狱一墙之隔的是中央裁判司署，高达6米多的多利克立柱、精美的花岗石门框和1914年的王冠浮雕，无不彰显着英式司法体系的庄严。但在这座法庭里，公正从一开始就带上了滤镜。直通地下拘留室的幽暗楼梯是无数贫苦大众的噩梦，他们根本无法支付相当于3个月乃至1年工钱的罚款，而这些钱对于酗酒或者不检点的英国水手来说，只是几天的薪水。那个年代还有华人在夜晚外出必须携带灯笼或者许可证的宵禁令，针对华人囚犯甚至有特别设置的驱逐出境惩罚。许多被逐者在烙上耳标流放南洋之后就再也没有踪影。精美的建筑线脚和西式立面绝非现代文明的庇护所，背后是一道道无法逾越的冰冷高墙。这种隔离不仅存在于法律中，更直接体现在这座城市的物理高度上。今天当我们站在坚尼地道，看着山顶缆车在郁郁葱葱的轨道桥上穿梭，它早已是全球游客争相打卡的城市名片。伴随着齿轮转动和钢索牵引的声音，缆车快速爬升，但在它刚建成的年代，却是一条华人无法企及的专属通道。
缆车开通前，太平山顶的白人居民只能依靠华人苦力抬轿子上山。1888年缆车通车，不仅是为了交通，更是为了维系一种高高在上的隔离。白加道站外的维多利亚港依然美丽，但当时的条例硬性规定，除了欧洲人的随从帮佣，华人既不可以进入欧式建筑，也不可踏足太平山顶。视线来到山下，在当年上环逼仄的街巷里，是被排斥在所谓文明系统之外的华人社会。1856年建成的广福驿祠，门头石匾上写着广福祠行。最初这里只用来安放客死异乡的外地劳工牌位。港英政府长期搁置华人的医疗卫生问题，广福驿祠一度沦为贫病交加者的等死之所，活人和尸体共处一室，条件极为惨烈。不止医疗卫生，面对港英政府的系统缺位，华人从传统社会结构出发，开始了另辟蹊径的自救。距离广福驿祠不远的上环文武庙，厚实的霍尔墙和被香火熏黑的木雕仿托，构筑了一个完全脱离英式语境的平行时空。这里不仅是祈求智慧平安的信仰寄托，更是议事仲裁凝聚共识的核心场所。仰望义重如山仁义常昭的牌匾，天井里的塔香常年不息。在香港司法制度完善之前，这里是华人的影子法庭。遇到纠纷，大家更愿意来到这里斩鸡头、烧黄纸、宣誓仲裁，甚至连港英政府的法庭后来都不得不承认文武庙的宣誓具有法律效力。天井旁的按八仙仪仗和精美石雕也见证了这里超越信仰的社会功能。义士、义学、慈善，出局的华人在这里抱团取暖。这种民间互助最终结出了硕果。1869年，广福驿祠的惨状被曝光，震惊全港。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港督终于同意兴建中医院。陈景波、李玉衡等13人顺势倡建专为华人服务的东华医院。1874年的香港甲戌风灾，甚至千里之外的山西、河南发生严重旱荒时，都有东华医院赈灾的身影。正当华人在港岛拼命求生时，英国人的胃口还在向北扩张。1860年强占九龙半岛南部，1898年又强租新界。而界限街这条曾经划分华洋势力的楚河汉界，见证了殖民统治版图的快速膨胀。但在拓界强租中，却意外留下了一个特殊区域。漫步在今天的九龙寨城公园，水榭亭台，白墙黑瓦，宛如江南园林般静谧。但在仅仅40年前，这里绝非这般模样。现在有多宁静，过去就有多疯狂。在这块土地上，曾经矗立过整个地球人口密度最高的魔窟——九龙寨城。在近乎无政府状态下，这里的数万人硬是奇迹般地达成了一种自洽。他们有自己的医生、工厂、学校，甚至法庭。那么九龙寨城为何就成为了一个三不管地带呢？1898年，英国强租将近1000平方公里的新界时，清政府在保留这块0.03平方公里土地的管辖权和驻军权上没有让步。公园里残存的南门墙基、4000斤重的鼓炮和旧衙署外的水井，都是当年清朝在此设防的遗迹。但随着后续冲突和清朝覆灭，这里成了伦敦管不了、北京管不到的飞地。这种权力的真空，让后来大批逃难的民众涌入于此，在钢筋混凝土的地基上，野蛮生长出了一片令人啧舌的水泥蜂窝之城。如今
夕阳下的龙津路石碑，静静诉说着那段疯狂与安定交织的往事。视线往南，来到海边，强占九龙半岛后，维港两岸的跨海交通从严格管控的边境往来，变成了日益频繁的内部水运。1880年，一艘名为小星的蒸汽船开始往返于港岛和尖沙咀之间，揭开了维港轮渡史的序幕。将近150年后的今天，伴随马达的轰鸣和水手的熟练操作，乘坐天星小轮往返维港两岸，早已成为本地居民的共同记忆，更是全球游客最钟爱的香港体验之一。相较于只服务山顶权贵的缆车，1898年正式成立公司的天星小轮，虽然在初期依然保持着欧洲人与华人的舱位隔离，但它带来了物理空间上的交集。波光粼粼中，背景迥异的乘客第一次登上了同一艘船，沿着相同的轨迹穿行于这片海港。这是在平行时空里一次微妙而不可逆的流动。同样带来流动的还有港岛北部的电车系统。1904年，这套由华人先驱伍廷芳等人参与提议的大运量快速客运系统正式通车。伴随着钢轮撞击轨道的声音，叮叮车串联起了工厂、政商中心和三教九流的人间百态。下一站是双道。这条贯穿港岛东西的交通动脉最初也分为头等和三等车厢，但所有乘客都在同一条轨道上经过相同的阶级。在港岛电车修筑和通车的同时，英国也积极参与甲午战争之后列强在中国激烈的权益竞争。南非殖民战争结束后，迅速逼迫清政府启动了强租新界时就已经获得的广州到九龙铁路项目。尽管经过了合办还是分修的路权争议，罗湖以北的华段工程还是任用了英国人为总工程师、总会计师。就大埔墟车站的站房便是这段历史的见证。这条铁路是香港的脐带。1910年通车之后，香港和它广阔的腹地广东第一次以现代工业的形式紧紧地连接在了一起。在后续的漫长岁月里，无数移民、物资、信息通过这条铁路来到了香港，最终塑造了这座城市现在的肌理。走入陈列室，人工闭塞路签和斑驳的时刻表还原了100年前的运作日常。那时每天只有几班列车，南下九龙需要1个小时，北上罗湖22分钟，是现在的2倍。踏入这些在伯明翰和谢菲尔德制造的早期车厢，仿佛能看到当年上落车的人潮。从头等车厢里的政商名流到3等车厢里的平民百姓，这条铁路不仅便利了粤港两地的人员物资往来，更加速了腐朽皇权的崩溃和一代青年的觉醒。在这群借到香港寻求救国真理的人中，有一个名字最为闪耀。当年的九广铁路英段，如今已经成为港铁的东铁线。2022年更是跨越维港直达金钟，熙熙攘攘的换乘人流延续着100年的铁轨轰鸣。其实早在九广铁路开通前28年，17岁的孙中山就已经乘船来到香港入读拔萃书士。今天香港大学的垂直校园里也留下了他晚年重回母校和后辈齐聚一堂的身影。仰望陆佑堂宏伟的柱式与拱窗，1912年时任港督卢吉主导成立了港大，本意是为大英帝国争夺文化影响力，
但华人工商界却巧妙借用为中国而立的口号，支持后生学习西方科技。谁也没想到，这座由殖民者建立的最高学府，最后竟成了孕育中国新思想的阵地。1923年，孙中山回到他的母校，在这里，他说到自己救国的想法完全从香港得来。这所大学是英国人主导建立的，却成为了推翻中国2000年帝制的思想摇篮。这就是香港这座城市最奇妙的化学反应。它既有外人统治的过去，也是进步自主的孵化器。一个旧秩序的尽头，往往就是新思想的开端。穿梭在红墙和庭院之间，遥想孙中山在西医书院的求学经历，港大带给他的远不止知识的诞生。康德黎、何启等恩师更让他第一次清楚意识到科学和制度的力量。离开伯福林，来到卫城道的甘棠地，也就是今天的孙中山纪念馆。这座豪宅拥有精美的柚木楼梯、法式壁炉和彩绘玻璃窗。原先的主人何甘棠正是孙中山就读西医书院之前的同学。从西医书院毕业之后，孙中山在澳门行医颇受好评，但不到2年就遭到葡萄牙人排挤，被迫离开。转赴广州自己打理药房后，他更真切体会到社会的腐败和窒息。医人执己命，医国无量数。以医生的身份上书李鸿章被无视之后，他确定只有推翻旧制度，才能真正拯救苦难深重的同胞。从先驱的思想觉醒到华商的实业突围，历史的巨轮滚滚向前。眼前这座有着意大利风骑楼样式和套色水磨石正门的建筑，是95年前药房雷生春的所在地。这栋建筑曾经的主人雷亮，早年从广东台山跟随同乡来到香港谋生，经营运输贸易起家。走近细看，中西合璧的木雕窗格旁摆放着配方来自雷亮家乡台山工艺部进福堂的8宝药露，在香港颇受欢迎，并行销澳大利亚、美国、秘鲁等海外华侨聚居地。雷亮的商业成就远不止于此，熟悉运输行业的他，后来更是参与合伙创办了九龙巴士公司。从苦力求生等死的广福义祠，到获得港英政府的公共交通专营权，华人终于凭借自己的汗水和智慧突破平行时空，靠近了规则的边缘。1937年之后的时局变化，意外推动了华资在香港迅速崛起。这座城市在1940年代初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繁华，但在根基不稳的表象下，暗流正在涌动。1941年的冬天，市井街头依然喧嚣，但在鲤鱼门炮台斑驳的墙基外，战争阴霾还是悄然来临了。在甲午战争后，曾经结盟对抗过俄国的旧盟友，调转枪口指向了英国。奉公带和步兵操典里满是狂热的野心。大军压境，整个香港正悬在即将崩塌的山崖边。